春雪，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会喜欢萧元衡。是因为小世子的死吗？自从小上子走后，您就变了好多。您以前每次看到王爷对谢姑娘好，都会难过，都会吃醋，都会生气，哪怕知道没用，也会想尽办法让王爷离谢姑娘远一点。可如今，您不光不拦着了，反而一个劲儿的把王爷往谢姑娘身边推。王妃，您就不怕王爷他真的属于谢姑娘了吗？今晚的晚膳都备好了吗？这个下到王爷和谢姑娘的菜里，记住，务必让他们吃下去。王妃，这是催糖的药啊！您这是要……对，最好能让他们滚到一张床上，这样我这个主母才算做得合格，不是吗？王妃，您不能这样，您这是把自己往绝路上逼啊！王爷他要是知道了……既然你还叫我一声王妃，那就去做。都不必太在乎，为爱退让。王妃，太后娘娘思考了一夜，已经同意了您之前的请求。不过太后娘娘还是想给摄政王一个机会，也是给您自己一个反悔的余地，所以和离的圣旨定在月底再颁布。您还有差不多1周的时间，可以再好好想想，毕竟您在那请愿书上所求的不只是和离，还要摄政皇永氏不得踏入江南之地。江姑娘金口玉言，圣旨一下，可就再无转圜了。若您后悔了，还可以随时进宫来找太后娘娘撤回。我不会后悔。萧元衡，永不相见，是我为你我选定的结局。江之宇，晚膳里的药是不是你下的？是我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王爷不是喜欢谢姑娘吗？我成全你们，给你们制造机会，难道你不开心吗？是，本王是喜欢她，可婉莹并未入门。你如今用这种下作手段，是想毁了她的名节吗？王爷言重了，若您觉得名节有损，我可以做主将她抬进来做平妻，绝不让她受委屈。江之宇，你明知祖训有言，萧家男子只可娶一妻，何来平妻之说？放开我！江之宇，我已经告诉过你，用这种把戏我不感兴趣。你与其费尽心机搞这些小动作，不如回到以前，回到那个会为我拈酸吃醋，会想方设法引起我注意的江之宇，那样我或许还会多看你一眼。请自重，我不需要你多看我一眼，请你出去。好，江之宇，你好得很，你别后悔。王妃，您快去追王爷呀！王爷他中了药，这要是去找了谢姑娘，或者去了那些不干净的地方，可怎么办啊？随他去吧，我累了，要睡了。兔娘张一两身，怎么？王妃，江南那边快马送来的时鲜吃食到了。呀，这就是江南的风味吗？瞧着真别致。可惜我从未去过江南，都没尝过呢。江之宇，婉莹喜欢，你便将这些给她吧。好，既然谢姑娘喜欢，那就都拿去吧。谢谢妹妹，妹妹这件披风的花纹真特别，也是江南方式吗？我瞧着也喜欢。你喜欢便拿去吧。妹妹的这只玉簪给你，妹妹腕上的镯子也给你，也给你。够了！谢姑娘既然喜欢，这府库的钥匙你也一并拿去吧。里面或许有更多合你心意的，看上什么直接取便是，不必再一一问我。江之宇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这是管家之权，是王妃的象征。王爷不是说我不是您心爱之人，又总拈酸吃醋，小肚鸡肠，不堪为王府主母吗？
如今我将这象征让给更得您心的谢姑娘，有何不对？王爷，宫中传话，秋申宴即将开始，请您和王妃即刻动身。江之宇，本王倒要看看你这副样子能装到什么时候。本王说过，无论你换什么招数，都不可能让本王多看你一眼。换好衣服，随我入宫。谢婉莹也可怜，被当成刺激我的棋子，却还沾沾自喜。瞧见没？摄政王眼里就只有那位谢姑娘。王妃嫁过来5年了吧？听说连洞房花烛夜王爷都没留宿，可怜哦，长得也不差，怎么就……谁让谢姑娘是王爷青梅竹马啊？上京多少女子爱慕摄政王，可王爷眼里似乎只有谢姑娘。王妃，我骑术不精，怕摔着。听说王妃马上术是江南一绝，不知可否为我牵一会儿马，等我适应了就好。好，妹妹，你看，在焕哥哥心里，我才是最重要的。你占后防妃位置又如何？我劝你早点认清现实，自行求去，还能留些颜面。至于。太医，快传太医！王爷息怒，王妃被马蹄正中心口，心脉受损，淤血堵塞，这实在凶险，寻常药石恐难回啊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！难道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？倒还有一个古法，需以至阳之人的心同热月为引，配合几味针穴药材，或许能补助王心脉一线生机。只是什么？说！只是这至阳之人本就万中无一，且取心头泻，有损阳寿，凶险异常。本王就是至阳体质，取本王的血，要多少取多少，立刻！王爷，万万不可！您身份尊贵，怎可……少废话！他若死了，本王活着有什么意思？拿器具来！至于，别睡，求你，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。只要你行，都答应你，别离开我，求你了。醒了，若不是怕将军府那边不好交代，本王不会守在这里。真是没用，被马踹一下就昏迷这么久。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太医，快传太医！本王不是关心你，只是你若是就这么死了，实在是晦气。王爷，求你为我们姑娘做主啊！何事？回王爷，那日马匹突然受惊，我们姑娘事后越想越怕，就私下去查了查，结果发现那匹马的草料里被人掺了会令马匹亢奋狂躁的药粉，而下药的人是王妃院里的一个苏氏婆婆，说是王妃指使的，目的就是为了害死我们姑娘。住口！不许胡说，小姐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替王妃隐瞒吗？那日若不是王爷及时相救，您恐怕就……王爷，您可不能不管啊！恒哥哥，算了，我相信妹妹不是故意的，或许只是一时糊涂。妹妹，你快跟恒哥哥解释一下，说你不是存心的。我的解释就是我没做，也不屑做。萧元恒，你信吗？婉莹，你放心，本王定会为你讨回公道。江之宇，本王没想到你表面装作大度，背地里却用如此下作手段。你善妒成性，屡教不改，竟还敢谋害婉莹！来人，把王妃拖出去，杖责30，在院中行刑，让全府上下都看着。本王要所有人都知道，善妒欺人者是何下场。王爷不可，王妃娘娘伤势未愈，受不住啊！王爷看啊！这么拙劣的手段你也用得出来？你这样，我也不会高看你一眼。你就没有其他更高明的吃醋手法了吗？他在笑，他以为我是因为吃醋才设计了这场金马事件，所以他高兴地笑了。可我心中已无波澜，我只是默默数着日子，等着月命，等着太后的圣旨，等着回江南。
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妹妹来了，我近日总睡不安稳，噩梦连连，请大师算了，说是这孩子阴魂不散，扰我清梦。王爷怜惜我，已同意我将这孩子的坟迁走。你敢滚！带着你的人给我滚！江之瑜，本来我只打算迁坟，现在我改主意了。这样吧，江之瑜，只要你认错，我就走，如何？对不起，江之瑜，你也有今天。不过我改变主意了，火继续烧，我要看着这孩子变成一堆灰。你去偿命！你去给我的安儿陪葬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可王妃妹妹突然冲过来，说什么也不肯。争抢之中，孩子的棺木就不小心掉了火堆里，妹妹她就把一切罪责都怪到我身上，还要掐死我。恒哥哥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够了！江之宇，先起来，孩子已经，我们先回去找太医给你看看，好不好？王爷，我们姑娘差点就被王妃掐死了，你难道就不惩罚王妃吗？还是说你心里其实是疼惜王妃的？若是如此，我们姑娘留在这里也是碍眼，不如让姑娘离开算了。恒哥哥，我就知道王妃妹妹与你成婚多年，又追在你身边那么久，你对她总归是有一些情分的。我的存在终究是多余了。祝你们举案齐眉，白首同心。我这就收拾东西，离开王府。胡说八道！本王怎会喜欢他？本王对他从未有过半分情意。江之瑜，你蓄意行凶，己致人死地，按律当受穿透琵琶骨之刑。萧元衡，我只愿此生此世从未认识过你。带下去！至于你可想好了，圣旨一旦颁发，便再无悔改的余地。摄政王他说你前些日子受了重伤，他亦是日夜焉忧。臣妇想好了，求太后娘娘成全。罢了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你既去意已决，哀家便依你所请。你指吧，萧元汉与王妃江氏性情不协，难以为继，特准和离，江氏归还本家，婚嫁自主。另摄政王萧元衡永世不得踏入江南之地，违者以抗旨论处。钦此。谢太后娘娘恩典。太后懿旨：萧元衡与王妃江氏性情不协，难以为继，特准和离，江氏归还本家，婚嫁自主。摄政王萧元衡永世不得踏入江南之地，违者以抗旨论处。钦此。和离？谁要和离？王爷，是您和江姑娘和离了，这是太后的意思，也是王妃亲自所求。她亲自所求，要我永世不得踏入江南。恒哥哥，妹妹终于愿意放手了，太好了，我们闭嘴！他人呢？我要见他，他现在在哪儿？王妃已在半个时辰前离京，此刻应当已出城10里了。半个时辰，他走了，他竟然走了。王妃还托奴才带句话给王爷。王妃说：“你我此生，死生不复相见。”不复相见，他想得美！
备马，本王要去追他回来。王爷不可，圣旨已下，您若追去就是抗旨啊！滚开！抗旨又如何？本王今日就是要追他回来，让开！志宇，江志宇，停下！不必理会，加快速度。江志宇，你给我回来！你听我解释，所有一切都是假的，我爱的是你，从来只有你。王爷请回，太后有令，若王爷执意追赶，就地拿下。让开，否则本王杀了你们！王爷得罪了。志宇，不！王爷，你心受损，旧伤未愈，又急火攻心，需静养啊！备马，我要去江南。王爷，禁军已围了王府，太后有令，您若踏出王府一步，格杀勿论。那就让他们杀！王爷，末将得罪，但太后说了，您若执意出京，便从末将尸体上踏过去，而且王妃未必想见你。他不想见我，那我就跪到他愿意见为止。摄政王萧元衡抗旨不遵，禁足王府，无诏不得出，钦此。恒哥哥，他已经走了，你不是不喜欢他吗？为什么要这样？我陪着你，我永远陪着你，不好吗？陪着我？你们都以为我不爱他是不是？都以为我爱谢婉莹是不是？至于今日又为婉莹与我争执，气鼓鼓的模样甚是有趣。他这般在意我，我心甚悦。安儿出生后，他眼里便只有那小子，实在恼人，更想要个像之瑜的女儿。你只是利用我，只是为了让他吃醋。今日见一郎君，救民女于危难，甚俊，心动矣。那日荷花甚好，不及他回头一笑，萧元衡，你完了。所以谢婉宁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留你至今吗？因为至于第一次为我吃醋，就是因你。那时他偷偷哭被我看见，眼睛红红的像兔子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故意对你好，每次他吃醋，我都暗自欢喜。我以为他会这样在意我一辈子，可现在他走了，你说你还有什么用？不，你不能！我父亲是宰相，把他关进地牢。他怎么对王妃的，10倍还之，别弄死。等之瑜回来，我要亲自交给他处置。不，萧元衡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我这么爱你。之瑜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你回来，你回来打我、骂我、杀了我都好，你别不要我。王妃说，若他问起，就说我与安儿，祝他与谢姑娘白头偕老，子孙满堂。他恨我，他恨透我了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你既爱他，为何要如此伤他？姑母，求您让我去江南，让我见他一面，我就算死也要死在他面前。见了又如何？你伤害他的孩子，纵容旁人羞辱他，还亲手罚他穿琵琶骨。萧元衡，若你是他，你会原谅吗？他走前，哀家问过他可会后悔，他说永不后悔。我与萧元衡死生不复相见，便是最好的结局。他不见我，我便去见他。江南去不了，我就去江南之外的地方等他。大周疆土，
总有一处能遇到他。臣萧元寒自请革去所有官职爵位，贬为庶民，以残躯赎罪，换自由身，南下寻妻。此生不得，死不还境。可曾见过一个江南口音、容色清丽、眼下有颗泪痣的女子？濒死孤狼吧。听说镇北将军的女儿回江南了，就是原来那个摄政王妃。可不是，和离归家，江夫人高兴坏了。不过听说王妃不，江小姐回来后闭门不出。哎，有人见她在江边立了个衣冠冢，日日去祭奠。衣冠冢给谁的？好像是给他夭折的儿子的。可怜啊！听说孩子是被……王爷不可，皇命难违，您过不去。李将军，我求你让我过去，我就看他一眼，看他是否安好。王妃，江小姐她很好，但圣旨……那你便带着我的尸体回京复命！小姐让我给你的。萧公子，小姐让我转告你，她说她与安儿在江南很好，不劳你挂念，望你与谢姑娘白头偕老，莫要再来打扰她清静。若你执意纠缠，她便立刻改嫁，让你远远看着她的资格都没有。对了，小姐下月初8亲，嫁的是江南首富之子，文采斐然，温润如玉，待她极好。小姐说，那才是她年少时梦想中的夫君模样。不可能！他骗我，他故意气我！至于若你嫁人，我便在你婚宴那日，于落雁关前自裁。黄泉路上，我等你3年。若3年后你未来，我便喝下孟婆汤，永世不再扰你。年轻人，回去吧。那姑娘心里没你了，何苦作践自己？她心里有过我，是我把她弄丢了，我得找回来。滚！萧元恒，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变成什么样子了，全都是因为你，因为那个贱人！我让你滚！你让我滚！萧元恒，你以为你现在这副鬼样子，江直就会多看你一眼吗？我告诉你，他永远不会原谅你，永远都不会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安儿死的那晚，我去看过他。我告诉他，你爹不要你了，他把药给了谢姨爷，因为你爹讨厌你，嫌你碍眼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那孩子哭着说：“爹爹不要安安了。”然后就没气了。江之宇要是知道，他儿子临死前听到的是这些话，你说他会不会恨你入骨？会不会恨不得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还只是个孩子。因为我爱你啊，萧元恒，我那么爱你，可你眼里只有他，只有那个江之宇。
我陪在你身边这么多年，你何曾看过我一眼？我嫉妒他，我恨他，我恨他轻而易举就得到了我求而不得的一切。我恨他明明什么都不做，你就把心掏给了他。我更恨你，恨你瞎了眼，看不到我的好。所以我要毁了他最在乎的东西。他的孩子，他的依靠，他对你最后的期盼，我都要毁掉。萧元和，我这么爱你，你为何从未看过我一眼？萧元和，你现在知道痛了，可惜啊，晚了，他永远都不会原谅你，他宁愿死也不要再见你。你就在这里守着你的江南，看着她嫁给别人，儿孙满堂，幸福美满，这就是你的报应，你的报应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你明明可以带着这个秘密去死，为什么要让我知道？因为我要你痛苦，我要你和我一样，生不如死，日夜被愧疚啃噬，永世不得安宁。萧元和，我诅咒你，诅咒你永生永世，求而不得，孤独终老。报应，果然是报应。王爷，李将军，我求你让我过去，我不见他，我就远远看他一眼，确认他安好。只要再看他一眼，我立刻回来。王爷，您这是何苦？圣旨难违，您这是要末将的命啊！李将军，你今日若不让我过，我便死在这里。你选一个，是让我为之过境，还是让我血溅当场？王爷，速去速回，末将只能给您12个时辰。12个时辰后，您若不归，末将只能以死谢罪。多谢。萧元衡，今天是谁成亲？江家的大小姐啊，就是原先那个嫁去京城的摄政王妃，如今何宜归家，今日要嫁给我们江南首富的独子沈公子，真是天作之合，郎才女貌哟！萧元衡，太后有旨，你永不得入江南。今日是我妹妹大喜之日，你若敢搅局，别怪我剑下无情。我只想看他一眼，就一眼，让我看看他过得好不好，我就走，我立刻就走。他很好。萧公子久仰，知瑜与我提过你。他提过我？他怎么说？他说你是他的前尘往事，不堪回首。如今他只想安稳度日，相夫教子，平平淡淡过完这一生。相夫教子？是。知瑜喜欢孩子，我们以后会生很多孩子，男孩女孩都好，我都会视若珍宝，绝不会让任何人、任何事威胁到他们的安危。萧公子，你今日擅闯江南已是抗旨，但今日是我与知瑜大喜之日，我不想见血，请你自行离开。从此以后，不要再出现在知瑜面前。不，我要见他，我要亲口听他说，让我见他。你以为
他还愿见你吗？萧元衡，你害死他的孩子，纵容旁人羞辱他，甚至亲手对他用刑。你知道穿透琵琶骨的伤，每逢阴雨天，骨头缝里都像有针在扎吗？你知道他刚回江南那几个月，夜夜从噩梦中惊醒，疼得蜷缩成一团吗？赤羽，你出来看看我！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？赤羽，你真的要嫁他？萧公子，今日是我大喜之日，你擅闯江南已是死罪，请你离开。赤羽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为了让你吃醋故意冷落你，不该为了享受你追着我跑的感觉假装喜欢谢婉莹，更不该因为企图安儿分走你的关注，就放弃他。我后悔了，我每天都在后悔。我把谢婉莹关起来了，我废了自己的手臂，我什么都不要了。我只求你，别嫁给他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就一次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，我把命都给你，好不好？至于你看看我，萧元衡，我给过你机会，5年1000多个日夜，我给过你无数次机会，你每一次冷落我，我都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，也许明天你就会回头看看我。你每一次对谢婉如好，我都躲在被子里哭湿枕头，然后第二天早起对镜梳妆，继续对你笑。安儿出生时，我疼得死去活来，可听见她哭声，我觉得一切都值得。我以为我们终于会有个家了，可你连抱都不愿多抱她一下。她死的时候浑身滚烫，小脸通红，呼吸微弱，我跪下来求你，抓着你的衣角把额头都磕破了，只求你救救她。你看着我说知道了，然后你把唯一的药给了谢婉饮。我被马蹄踹中，心脉受损，吐血昏迷。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听见你说没了我你也不活了。我当时觉得真可笑啊，我被你当众杖罚30板，打断了2根肋骨。我被你下令穿透琵琶骨，铁钩穿过肩胛的时候，我看见你站在那里，嘴角竟然在上扬。我就在想，我江之羽到底爱了一个怎样的人？安儿的尸骨被谢婉莹扔进火堆烧成灰烬的时候，我掐着她的脖子，是真的想和她同归于尽。可你来了，你又一次护着她，罚我。萧元衡，我不恨你了，恨太累了，恨你需要力气，需要情绪，需要把你放在心上，而我不想再为你浪费一丝一毫的心力了。我只是不爱你了，也永远不会再爱你了。青川，我们走吧，别误了吉时。起轿。志远，你别走！你杀了我吧！你杀了我，给二报仇！你杀了我！江志远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！你赶紧回来啊！如果爱是命中注定的相遇，为何还会有这么多痛苦？是什么？我知道，我永远失去她了，不是因为她嫁给了别人，
而是因为他终于把我从心里连根拔除了。从此以后，他的喜怒哀乐，他的岁月静好，都与我再无关系。他在他的江南，儿女绕膝，夫妻和睦；而我在我的关外，赎罪余生，国土重大。这才是他给我的最残忍的惩罚。好啊，真好。至于你要当娘了，你要当娘了，你有弟弟或者妹妹了。爹爹，对不起你。念其旧功，赦其抗旨之罪，准其回京，恢复爵位。请公公回禀太后与参皇上，罪臣萧元衡余生月守在此地，为我大周看守南疆门户，为我所负之人祈福赎罪。金华富贵，非我所愿，罪臣永不还京。至于我守着这里，替你守着江南，你能不能偶尔也梦到我一次，一次就好。如果爱是命中注定的相遇，为何还会有这么多痛苦？是什么遮住了你的双眼，不再珍惜我的一分。如果爱是两心相约的守护，为何还会有这么多算数？是什么挡住了我的脚步？不再信。